怎样在1000公里外往别人的杯子里下毒？这是东野圭吾留下的超级难题。看到最后的读者无不赞叹里面手法的精妙。然而也正因这部作品的一模仿性，让已过50的作者本人差点就进了监狱。如果稍加点拨就能看懂里面的操作，那你无疑一定是能当侦探的高智商。这就是那个即将变成尸体的家伙。身为老板的他，每次开会都会提前泡上一杯咖啡。起初他还一脸惬意，可随着第一杯咖啡见底，问题也出现在了他要烧第2杯的时候。像往常一样，他先是把水壶灌满，然后又拿了张全新的过滤纸，并添加适量的咖啡。本以为只要等到水沸腾后倒入其中即可，可令他感到奇怪的是，这一口下去不但没有之前的香浓，反而是涌上来了一股钻心的疼痛，而伴随着短暂的挣扎，独自在家的他也宣告了死亡。事后通过警方的勘查，他们在地上的咖啡与水壶中提取到了巨量的砒霜。有了这些线索，案件反而好办了。既然死者喝第1杯咖啡时没事，可第2杯却中毒身亡，那么肯定是趁着死者喝第1杯时，一定有人给他在壶里下了毒。剩下的只要查查监控，这案子就算结了。果然，在死者死亡前后，曾有个打着伞的女人出现在门口，只不过那人全程无法看到长相，可这依旧难不倒办案人员。细查之下，很快就通过死者的感情史锁定到了前妻。据系统显示，2人离婚后，女方还曾报复过死者。然而，也就在所有人都觉得这就是真相时，却意外发现前妻其实早在1年前就已经去世。那这门口的女人会是谁？也就在女警看着监控百思不解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瞬间就引起了她的注意。很明显，这就是视频中的女人。只不过等她冲上前去一问，这才知道对方原来是名推销员，而且案发时死者也并没有让她进屋。这样的结果无疑让女警有些毛骨悚然，因为既然这个推销员没有进屋，外加前妻已死，难不成死者是自杀吗？查到这里的警方彻底懵了，只能跑去向作者笔下的侦探汤川求助。然而单凭女警的描述，此刻的汤川也有些摸不着头脑，无奈只能亲自来到案发现场。这时一个女人引起了他的注意，原来她正是死者的现任妻子。只不过案发当天一大早，她就回了1000公里外的娘家，所以警方并没有把怀疑的矛头对准女人。而又由于害怕警方办案期间会触景生情，所以他打从回来后就一直住在酒店。听到这的汤川也没在意，扭头便再次开始勘察现场，称会不会是死者冲咖啡的水有问题。可这时妻子却提出了反对意见，表示她的丈夫一直有轻微的洁癖，所以只会用矿泉水，其次才是净水机里的水。有了这个线索后，隔天的女警便把这2个地方全都验了一遍。很明显，从构造来看是无法往里面下毒的，唯一还算有可能的地方就只剩下连接净水器的管道。可这周围均匀的灰尘表明，这里最起码有1年没人摸过了。那这毒到底是从哪来的？这时死者的妻子又从酒店赶了过来，原来通过这些天的休息，她已经稍微放下了一些，今天特地赶来是给亡夫最爱的玫瑰浇水的。可看着接水的林英，汤川却皱起了眉头，难道浇花也需要纯净水吗？没等他想明白，此刻的林英也已经来到了2楼。的确不出他的意料，没有思绪的汤川确实有些苦恼，只能看着面前的挂毯直发呆。得知是林英耗时1年缝制的，并且这1年里除了照顾丈夫的饮食起居，剩下的时间几乎都在缝制这张挂毯。听到这的汤川不由得心头一紧，说着便希望女警能去查清几件事。而通过女警的连日走访，林英背后的秘密也开始浮出了水面。原来她跟丈夫并非大家看到的那么恩爱。1年前2人结婚后，林英就因为家庭放弃了事业，从那天开始便极尽全力地照顾丈夫。可怎奈对方依旧还是不满意，只因为这时的林英迟迟没有生出小孩，而他俩之所以在一起，也不过是林英曾经怀过1次孩子，可没多久就遭遇事故，从而流产。医务人员至今还清楚地记得，事故发生后，她的丈夫率先关心的是能否再次怀上小孩，还说如果1年内不能生育，就会再跟她离婚，因为对她而言，不能生孩子就约等于废物。可这时医务人员再次说出了个让女警震惊的消息，称其实从那次事故后，林英就丧失了生育能力，只不过在丈夫逼问时，她并没有说。这也就说明，从与死者结婚开始，她就在进行一场豪赌，赌她的丈夫能在1年内迷途知返。很明显，截止到死者死亡的时间正好是1年。事已至此，汤川知道后，立马让警员去调查这1年内是否有人进过他家厨房。听到这话的女警一头雾水，因为她不明白这跟投毒手法有什么关系。很快通过死者同事了解，林英是个很反感别人用他家厨房的人，哪怕聚餐的人数高达数十人，她也会拒绝别人帮忙，要1个人完成。如果有人想喝水，她便会立马热情地帮别人去冰箱拿。听完调查的结果，汤川彻底想通了，的确有一种办法可以在1000公里外下毒。本当にそんなことが実行できるとは。
而之所以会有如此的感叹，只因为这个手法根本就不是正常人能够办到。面对女警的追问，汤川没有回答，只说自己会把一切的真相写到纸上，并且第二天交给他。然而等到时间来到第二天，女警却发现汤川不见了，而书桌上也确实放着承诺好的信。原来他早已前往了林英的住址。而面对汤川的到访，林英似乎早已预料，汤川上来也没有废话，直入主题，称1年前碍于怀孕，所以死者结了婚。可造化弄人，一次偶然的事故让这个孩子不幸夭折，而也正是从那次车祸之后，想必死者就已经跟你定下了约定，内容应该是如果1年内没怀上孩子就会离婚，把另一半当成生育工具的要求换谁都不会答应。可他却是个十分理性的人，所以并没有当场拒绝，而是给了他1年的时间。死刑執行猶予期間を。他知道死者向来只喝矿泉水和纯净水，所以在婚后的某天，趁着四下无人打开了自家净水器的过滤网，然后再小心地在过滤网上放置了1勺砒霜，也就是说杀害丈夫的毒早在1年前就已经安排好了。这也正是为什么管道处的灰尘会如此均匀。事后她做的就是辞掉了自己的事业，然后化身成了体贴丈夫的全职主妇，并不是说明你多爱他，而是在这1年里你要极尽小心，不仅要预防丈夫自己接纯净水喝，还要注意来到家里的客人。平常的时候你就一直守在客厅，看似在缝制挂毯，实则是在监视别人。一旦发现丈夫有轻微的举动，你就必须要去确保净水机无人使用，因为在最后结果出来之前，丈夫就还有死缓的可能。然而很快你们约定的1年之期到了，令人难受的是，此刻的他不但没有悔改，反而还主动提起了那个约定。約束？1年以内に子供ができなかったら別れるって約束。即使表面毫无波澜，可他的内心却清楚这天终究还是来了。于是，在离婚的前夜，将家里的所有矿泉水尽数倒光，只留下刚好够1杯咖啡的量。之所以会这样，是因为要利用死者冲泡的第1杯咖啡，用来为自己创造不在场证明。而伴随着她抵达娘家，并坐上闺蜜们的餐桌，死者也正准备去泡第2杯，可这时她却发现家里的矿泉水用光了。无奈之下，只能拿起水壶来到了饮水机前。而伴随着阀门被打开，一股水流也裹挟着放置1年的砒霜来到了水壶中。而等到不知情的死者冲泡完毕，他也最终迎来了长達1年的审判。犯行が成し遂げられた瞬間。然而，就算是汤川推理出了真相，可警方却依旧无法逮捕林英，因为那些被放置在净水器中的砒霜，早就随着林英一次一次给花椒水尽数冲刷干净。也就是说，警方现在面临的是一场近乎完美的犯罪。而听完汤川的话，林英也不再隐瞒，表示自己曾天真的认为，即便是自己无法生育，可只要尽力的去照顾丈夫，说不定对方还是有改变想法的可能，所以这才没有拒绝当时的那1年之约。可当她确实如设想变成贤惠的妻子后，却发现丈夫的思想仍旧没有半点改变，不仅依旧把她当成生育工具，还准时向她提出了离婚。至此，林英彻底死心，只能选择将审判进行到底。じゃあね、ゆかくん。ここで会えて嬉しかった。也就在汤川看着林英离去的背影无能为力时，另一边的女警在读完汤川写明真相的信后，有些不甘心的她再次来到了案发现场。看着挂毯的她流出绝望的泪水，因为明明已经知道了凶手和作案手法，可就是无法将凶手逮捕。这时一同办案的男警走了进来，看着对方手里的玫瑰花，女警十分不解，询问后才知道，原来打从林英第1次来现场，她伤心的样子就引起了男警的注意。心疼对方的他看林英每次都会来浇水，于是便偷偷的承担了替她照顾玫瑰的责任。可不知为什么其中有1盆总是会莫名其妙的死去，所以这才想要买来玫瑰替换。看到这一幕的女警立马给汤川打去电话，也就是说，这盆花就是继死者后第1个喝下砒霜的证人。她原本以为林英刚回来时拿不稳水壶是伤心过度，不成想对方是在明目张胆的销毁证据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只需要拿着土壤去做测试，那么一定就能将凶手绳之以法。案子的最后，林英的完美犯罪还是破碎了。这一切的过程就好似他想要救济的婚姻，与从开始就已经注定好了的结局。